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实力。我穿越到了一个国运世界，在这里，人人皆有可能成为神觉者，唤醒属于自己文明的神明。为防止神明之力在现实引发灾难，人机联邦缔结契约，需奥林匹亚设立国运擂台，国运、灵体、资源皆由神明之战，而拥有5000年历史的华夏，正站在灭亡的边缘，百年劫难，历史断层，而那些曾撑起苍穹、定义文明的至高存在，已被彻底遗忘。连续9战。第9场，华夏门神败，天竺国积分+1。这就是华夏的神，软弱不堪，趁早投降为奴，还能苟活？5000年，我们明明有5000年，为什么一个能打的神都没有？可恶，为什么要出现神觉者？如果仅仅是拼国力，我泱泱华夏怎么可能沦落到如此地步？5000年废墟罢了。我们的哈迪斯大人已响应召唤，送你们这些东亚病夫彻底出局。他们的神怕是听到国运擂台4个字就吓得不敢来了吧？文明不在于长度，而在于神性的浓度。我天竺有创造神梵天，维系神皮尸奴，毁灭神湿婆，体系完整，神力无边。华夏空有庞大体量，神性稀薄如纸，这是文明的本质差距。亚洲的荣光早该由真正的神选之民继承，华夏已成旧时代的幻影。当我大东瀛3神降临之时，便是亚洲新秩序建立之日。可恨那场百年劫难让我华夏历史断层，否则何至于此？若文明完整，我神州神明岂容他们如此猖狂？没错，如果我们历史没有断层，随便拉一尊神明出来，都能乱杀尔等神明。败犬的哀鸣，先想想怎么在哈迪斯大人手下留全尸吧。下一场你们就得永远滚出国运擂台了。灶君、灶王爷，他们记得的只有这些。三清何在？玉帝何在？漫天仙神，为何竟无一人被忆起？这断层断得太狠了。最终淘汰战第10场，华夏国请立即派遣神觉者登场，10分钟内无应战者视同弃权，国运剥夺，国土瓜分。还有谁能动用的神觉者？还有谁？还有一个侯乐山。半小时前，他成功与一位有尊号的神明建立了稳定共鸣。灶君虽是正神，但对面是冥王，是哈迪斯。首长，这是数据库里我们目前唯一能调动的尊号神了，其他有战斗记载的门神，终不会以战败相算。让他上吧，命令侯乐山为国赴死。此战不为胜，只为让我华夏死得有尊严一点。等等，你觉得这一局你有多少胜算？哈迪斯那是希腊冥府之主，是执掌死亡权柄的至高神祇。我的胜算是0，可即便如此，也总要有人站出来。灶君司掌一家饮食，监察善恶，享人间烟火，护宅院平安。岂是直戈征伐之战神？历史断了传承，竟连神奇的司职都已混淆。这不仅是赴死，更是对神之名的亵渎。既然如此，这一场让给我。就你？开什么玩笑？他才刚觉醒，凭什么上场？不行，这一局再输，我们就要被彻底除名了。这人是谁？谁放他进去的？立刻控制住！根据实时档案显示，他叫陈默，确实是今日刚登记在册的神觉者，但是他的记录很特殊，至今尚未成功与任何一位神明建立沟通。混账东西，连神明都还没有沟通，他上去是要毁我华夏千年基业吗？滚下去，别丢人！侯神使别听他的。陈默，给我一个把华夏国运交到你手上的理由。你上场胜算是0，而我上场是10场。我是出现幻觉了吗？一个刚觉醒的神觉者，怎么可能引动如此多的神念？华夏无人可用了吗？派个废物来送死。废话真多，召唤你的神吧，我赶时间。很好，想快点死，我成全你，就用你们华夏的彻底陨落来奠定我希腊新时代的辉煌。哈
迪斯是冥王真身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哈迪斯直接真身投影，他们是要赶尽杀绝，不留任何侥幸。首长，你看沉默。冥王哈迪斯正好因你之陨落，继我东方神系，重临此世。在哈迪斯大人面前，任何抵抗都是亵渎。华夏的国运，我们东瀛收下了。听说江南风景如画，以后就是我大东瀛的后花园了。华夏如今召唤不出的神明，其神话原型很多都源于我半岛古文明，这是文明的盗窃。我要求在瓜分华夏遗产时，我国拥有优先鉴别和继承权。无耻棒子，又在偷窃文明！就凭你们，也敢觊觎我神州疆土？我华夏堂堂5000年传承，岂是尔等小国所能窥探？你们所窃得的，不过是我华夏溢出的只鳞片种；你们所争论的，不过是我先贤早已摒弃的糟粕微光。这5000年，是三皇五帝定鼎人伦，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，是封神之战天斗地，是万里长城屹立不倒，是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，是盛唐气象万国来朝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。你换来冥王，便以为能执掌生死，殊不知我华夏神明司掌宇宙经纬，统御周天星辰，生老病死，福禄寿喜，皆在我神州法则之内。区区冥府之主，安敢在我神州大地放肆？5000年，要是你们的神明真有用，怎么会连一场都赢不了？我看你们华夏人就剩下一张嘴了。别浪费时间了，快选神明吧。那就如你所愿。他竟然一次性沟通了5位强者，还都有尊号，说不定还真有希望。武圣关羽，我们华夏历史中有这位神明吗？千古一帝，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皇帝？只是可惜的是，这种由人转神的神明，注定比不了原始神。城隍爷，我知道，这是掌管人间生老病死的冥神。那2个女神一看就不是战斗类型，估计只有选她才有一丝希望。能一次性沟通5位神明又怎么样？华夏国根本没有一个能打的神。不过说起来，这些华夏的女神还挺好看的，要是能和她睡一次就好了。华夏威仪，国运倾颓，后世子孙沉默。今以炎黄血脉为名，以不屈英魂为祭，弃告苍茫，恭请祖宗将士护我河山，为华夏而战。完了，他竟然没选城隍爷，反而选了一个凡人之躯，这下彻底完了。难道真是天要亡我华夏？凡人之躯香火成神，这种神明如何和传说中的神明打？更何况对面可是神王啊！煌煌数千年的传承，列祖列宗的心血，如今都要毁于一旦。你疯了吗？召唤凡人之躯，如何打赢对面的神明？谁告诉你凡人无法弑神？谁在呼唤阵？完了，请神完成，这一下真的完了。不孝子孙沉默，拜见老祖宗。好，这个时代难得还有世人记得我这位千古暴君。暴君？不是您结束100年战乱，一统6国，是您筑长城、修灵渠、书同文、车同轨，为我华夏立下不世之功。您不是暴君，而是我们迷人又帅气的老祖宗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有这么一位皇帝？肯定是这小子瞎编的。就算他说的是真的又怎么样？以凡人之躯，如何抗衡神明？想不到朕在后世心中竟有如此声望。也罢，今日就让朕为子民一战。狂妄的蝼蚁，我会让你明白亵渎神王的下场。区区西方毛神也配在朕的面前妄称神王？狂妄的蝼蚁，我会让你明白亵渎神王的下场。区区凡人之躯，竟然敢侮辱神明，让他见识见识我们哈迪斯大人的实力。要我说，华夏那点本事，就像他们的历史一样，不过是纸糊的城墙，一推就倒。千古第一帝，结束100年战乱，统一6国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度量衡归一，北筑长城，以御外侮，南征百越，以拓疆土，提功盖3皇，得超5帝，我华夏国第1位皇帝。难道这就是我华夏国损失的历史吗？可是再怎么说，他只是凡人之躯，他真的拥有战胜神明的力量吗？既然先祖愿为后世子孙挺身而战，面对神明毫无惧色，这本身就是不朽的气魄。输赢何妨？这一战就算输，也打出了我华夏的不屈傲骨。
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冥王的领地遇到他会自动避退？千古一帝，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？为什么明堂的力量无法影响王爷？因为朕所在处，即为华夏，此雷亦为亲。这怎么可能？有人转化的原始神明，怎么可能强到这种地步？连冥王的领域都能逼退？尔等蛮夷，可知何为王？王非天生地养，非信徒供奉，王是横扫六合、踏平八荒，用赫赫战功打出来的，是筑长城、定社稷，以万民意志凝聚出来的。你们的神权管得了冥府亡灵，可管不了人间的王。以凡人之躯正面压制顶尖神级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尘封的历史背后竟隐藏着如此恐怖的力量？现在可以确认了，始皇帝的实力绝对凌驾于尊号神明，因为即便是现在最强的尊号神明，也做不到抗衡主神的领域。难道说这沉默知道我们华夏历史断层的资料？立刻成立专案组，彻查这个沉默的资料，我要知道他的所有信息。另外，给我翻阅所有古籍，一定要找到这位千古一帝的蛛丝马迹。我有预感，不只是始皇帝，我们失去的历史正在回来。请神觉者退出擂台，擂台一旦开启，直至一方神明陨落。华夏方千古一帝嬴政，希腊方冥王哈迪斯。不死不休，如此甚好。朕若败，即华夏国运之兴衰。朕与你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人类，我承认你有点实力，但傲慢到挑战神灵，那便是你的愚蠢了。朕的一生杀过无数人，唯独没有杀过神明，你将会是第一个。果然如我想的那样，始皇帝虽然算不上正神，但有周天皇气加身，早已比肩神明。这一场，只有选择始皇帝，才有赢的希望。他们不会只以为一个人类能够对抗神明吧？哈迪斯大人的母亲，谁说是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？这一毛下去，我看他是死定了。哈迪斯大人，让那个凡人见识一下你的实力。战斗才刚开始就要结束了，华夏人真惨。决战开始。很好，等你死之后，你的灵魂我会收藏起来，投入冥河之底，让你在永恒的折磨中后悔今日的狂妄。不可能，他竟然正面挡住了哈迪斯大人的攻击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个人类怎么可能正面挡住哈迪斯大人的攻击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哈迪斯大人调皮，让他以为自己有一战之力，然后再慢慢摧残他的意志。倒下了，这是不是说明有赢的希望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只不过是挡下了一击，你们兴奋什么？凡人也想妄图对抗神明？凡人确实不可能战胜神明，但你们忽略了一点，我们的老祖宗不只是凡人，他可是我们伟大的人皇。人皇？没错，正是人皇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我华夏人皇主宰的是整个人间秩序，其位格与天并列，岂是尔等那些偏居一隅、只管一隅之事的神明可比？不错的实力，凡人就是凡人，怎么可能和神明相提并论？不错的实力，这一场狩猎游戏更有趣啊！尽情挣扎吧，凡人！你越强，灵魂堕入冥府时，却越我的哀嚎便越动听。对朕不敬的人，下场只有一个，你也是一样。不可能！凡人之躯怎会拥有比肩神明的力量？这等为师也唯有当初天照大神现身时才有。华夏何时出了这等人物？我就说，冥王大人刚才只是在戏耍那个可笑的皇帝。你们的皇帝马上就要变成冥王的收藏品了，准备迎接灭亡吧。看来刚才挡下一击只是侥幸罢了，凡人的辉煌终究如昙花一现。湿婆大神庇佑，看来无需我们最强大的神明出手，华夏的文明底蕴确实是空壳子。老祖宗的剑都断了，这还如何和神明较量？
难道真是天要亡我华夏？不应该这样的。老祖宗明明能够抗衡神王的领域，应该没有这么弱。嬴政，看来你的表演时间结束了。你的王朝霸业，全部一地之民，在永恒的神力面前，不过是不言原因。现在跪下，祈求我的帮助，或许我能让你的灵魂少受些折磨。听到没有？沉默！你们的皇帝完了，这就是藐视神明的代价。哈迪斯大人，请终结这场无聊的闹剧吧。呵呵。不可能，没有神力波动，最普通的兵器为什么能够伤害到我？那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早已开创出足以逆天弑神的无上法门——华夏炼气术。我没看花眼吧？老祖宗的断剑伤到哈迪斯了。不是神力，沉默说，那是属于我们凡人的力量。我就知道，我们的传承没有断，顺天逆天，我命由我，这就是我们先祖的气魄。炼气术，古籍中模糊记载的那种属于我华夏先民自身的超凡之路，原来是真的。原来历史的断层背后，不仅仅是失去了神明，还失去了这样一条足以比肩神明的自强之路。沉默，他唤醒的不仅是始皇，更是我们早已遗失的根。看来这场比赛，我们有希望。尔等蛮夷之身，只是仰仗天生权柄，岂会懂得人定胜天的意志？朕统六国，靠的便是这万千子民汇聚的意志与力量。今日便让你这冥府之主也尝尝我人间地火的光芒。哼，小心伤到本身，便如此得意吗？你这炼气之术确有几分门道，可惜在真正的不死之躯面前，终是徒劳。你的表演到此为止了。冥王陛下显露出真身了，华夏人，你们的侥幸到此为止了。这可是连神明都为之颤栗的冥府真身，凡有信目睹者，皆已成为亡魂。为你们的皇帝提前默哀吧。老祖宗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皮肉之苦罢。不过，此辽道真是个怪物，身躯被剑气撕裂，竟能瞬间愈合。寻常手段看来难以彻底灭杀。嬴政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冥王大人不朽的神威，他本身便是死亡的化身，执掌亡魂国度。凡人的剑刃，哪怕再锋利，又如何能杀死死亡本身？现在跪地投降，还能祈求一个体面的结果？挣扎吧，哀嚎吧，然后在永恒的死亡中，化为我冥界新的基石。杀不死的死亡，谬论。在朕的江山里，从无永恒的不朽，唯有薪火相传的人道永昌。今日，便让你这西方蛮夷见识一下，何谓人族薪火，代代不绝。这是皇帝终究还是凡人之躯，那些不断增添的伤痕终究会拖累他。虽然不得不敬佩他的顽强，但华夏的败亡只是时间问题。他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，以凡人之躯抗衡神明，能将冥王大人逼到这一步的，他是千古第一人。老祖宗，您一定要活下去，活下去，亲眼看看您打下的基业，如今是何等的万里山河，盛世繁华。加油啊！您当年能横扫六国，今日也定不会输给这个伪神。不好，老祖宗的生命力在流逝，凡人之躯终究是拖累了他。可如果我献出所有人性，老祖宗说不定有一线生机。可之后要怎么办？孩子们不必担心，朕无恙。朕既答应要去看你们如今的大好河山，便绝不会倒下。这气焰，他在燃烧自己的本源。老祖宗这是要殊死一搏。他比谁都清楚，应对一尊不死的冥神，19战只会被耗尽。这是绝境中唯一的破局之法。
在力量跌坠之前，倾其所有，决出胜负。是血，鲜红的血，老祖宗他。老祖宗为了保护我们，竟然和冥王同归于尽了。不，老祖宗不会死的，我不相信这是真的。不可能，冥王大人的神威怎么会消失？是冥王大人，哈迪斯大人的气息还存在，他还活着，我们赢了。我就知道，那华夏的皇帝怎么可能战胜冥王大人？冥王万岁，神明不朽。他俩人遇事，那差距还是大了。在真正的神明面前，凡人的努力终究是徒劳。也唯有我们天竺的神系才能战胜这样的强敌。华夏能够坚持到现在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我们还没有输。华夏选手，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。等哈迪斯大人出现，你们华夏将会被判失败，华夏就此除名。老祖宗他做到了。不对劲，冥王的气息并没有变弱，还在变强。你是说冥王还没有死？嬴政能让本神王接近死亡，你也算是第一人。不过很可惜，到此为止了。朕尚可一战。老祖宗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都看到了，您为我们做的已经够多了。撑住啊！您是我华夏的脊梁，您不能倒。华夏意志与您同在，老祖宗加油！你们的王即将惨死，你们这群懦弱的凡人，又能为他做什么呢？我忍不了了，去他的神明之约！即日起，我龙国退出神话擂台，直接向世界宣战。龙战，你疯了！如果退出，我们会遭到所有国家联手攻击。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老祖宗死在这里呀！老祖宗还有救。沉默，你说什么？之所以老祖宗不敌，是因为哈迪斯有着冥界力量补充。如果老祖宗也能补充，自然有机会胜过哈迪斯。沉默，那你说的怎么办？无论要多大代价，我龙国都要帮老祖宗赢下这一局。万民献祭，老祖宗是华夏第一位皇帝，如今为国而战，自然也能汲取华夏子民血脉进行献祭，但代价是我们的寿命。我来做第一个，要多少生命力都拿去。只要能帮到老祖宗，10年寿命算不得什么。朕看到了，子民的祈愿如此璀璨。老祖宗快吸收能量了，再不吸就来不及了。朕乃君王，当立于万民之前，又怎能吸食你们的血气？你们的好意，朕心领了。住手！不孝子孙，这样你会死的。我只知道，不帮你赢下这一场，我们同样也会死。快阻止他！100%献祭神性，就算不死，也会变成活死人的。没有沉默，我们如何找回断层的历史？不，他正在做的，正是我华夏子民最该做的事。我相信这场比赛，我们华夏一定会取得胜利。老祖宗，你这是……收好你的神格，替朕好好守护华夏。就算是要献祭，也还轮不到你们。吾乃始皇帝嬴政，华夏历代君王何在？汇聚后世气运，酬劳的征战。龙，华
华夏真的是龙的传人，他们的图腾竟然是真的。是皇帝的气息已经完全超越了冥王，难道我们今天真的要见证死神？这不可能！一群凡人为何能拥有审判神明的力量？尔等蛮神，安知我华夏5000在之厚重？若是上古真神出手，尔等早已灰飞烟灭。不可能！没有凡人可以打败神明。哈迪斯大人拥有不死之躯，死的只会是那个华夏人。我们的老祖宗更不会输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获胜者华夏赢了，真的赢了！这不是梦，我们赢了！老祖宗击杀了强大的神王，赢下了这场旷世之战。老祖宗，没事吧？没时间了，我用华夏龙技将冥王封印，就要赶快离开这里，你们才能彻底赢下这一场。我就说嘛，冥王大人不死之身是永远杀不死的。老祖宗，您的大义，后世子孙永不相忘。您有什么吩咐，尽管交代，臣默一定用命去完成。好，臣默听旨，朕命你继续守护我华夏，赢下这坏神之战。不孝子孙沉默。接着，孩子们，朕走了，接下来就靠你们了。气运擂台第18场，获胜方华夏国，以凡人之躯斩杀神王，综合评估排名提升至第9，获得1枚钥匙碎片。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事？之前明明都要调出30名了，打了一场就升到了第9。是始皇帝，我们怎么没有听说过？难道真是华夏自己的历史？棒子国的这群白痴，冥王哈迪斯可是神王，单单靠他，希腊就闯进了前5。能够打败这种神明，华夏自然有进前10的资格。可恶，明明就差一点就把华夏踢出比赛了。好啊，华夏5000年的历史终于浮出水面。华夏的历史上竟然还有着这么一位千古一帝，以凡人之躯救我华夏于危难之中。老祖宗刚刚说过，华夏上古有真神，而他所说的天庭，难道就是这些真神的居所？一定是，给我查阅所有古籍，一定要找到天庭的信息。这很有可能就是我华夏文明里消失了几千年的神明。如今我龙国总算有了钥匙碎片，只要凑齐20块，就能够融合完整钥匙，进而打开东方神明的大门。沉默是重中之重，传我命令即日起，沉默就是我华夏特级神觉者，享有最高权限。我华夏境内所有资源都倾斜给他。我还要继续挑战。沉默，现在你已经把排名追了回来，老祖宗既已无力再战，让我上吧。现在冥王被封印，西方神必有动作。如果派灶君上，老祖宗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自会有新神前来助我。我华夏的底蕴可不止这么一点。华夏这也太嚣张了吧！那么休息就继续下一场了。华夏能召唤出始皇帝这样的人物，已经用尽了所有运气。依我看，下一次华夏召唤的神明又是之前的小神。检测到华夏满足条件，正在挑选对手。对手抽取完成，由希腊国对战华夏国。太好了，又是我们！华夏国将我们的冥王封印，必将引起西方众神的征讨，说不定会有更强大的神明出现。始皇帝也无法再战，这次看你们还有什么能耐。华夏人，你召唤的千古一帝竟然能够击败冥王哈迪斯，这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。但同时，我们希腊神话神明震怒，有位大人主动沟通，希望与你们华夏一战。你们不会还能召唤出第2尊神吧？执掌七海权柄，驾驭万军怒涛，奥林匹斯3主神之一，淹没陆地的呼吸，承载万舟的臂弯，深渊中凝视的眼睛，以海浪的低语、潮汐的脉动，以及所有沉默之城的真名为祭。恳请怒涛纪元万海公主波塞冬随护此界。尊号海神波塞冬，执掌七海权柄，驾驭万军怒涛，奥林匹斯3主神之一，深渊凝视者，撼动大地之神。有一尊神王，希腊的实力还真是强大，神王级别的人物层出不穷。传说中波塞冬是冥王哈迪斯的弟弟，
这肯定是为哥哥报仇来的。华夏还真是作死啊！明明赢了一局，能够苟延残喘一怀，非要再次挑战。这次没有了那皇帝，估计是凶多吉少了。没错，这样的事儿发生一次就已经是奇迹，华夏难道还想再来一次？可恶，又是神王级别的怪物，这一次，沉默还能再创造奇迹吗？一定可以的。老祖宗说过，华夏历史上的正神，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秒杀他们。太神波塞冬嘛，确实是有分量的对手，但我们也不弱。这局由我来。竟然是三坛海会大神，那便不用再选了。看他那样子，应该召唤不出神了吧？我看华夏还是乖乖投降吧。华夏从不只有受命于天的神奇，我们更有逆天而行，以骨血重写自己命运的真神。我召唤的这一位，始于灵珠，成于反叛，立于牺牲，终于涅槃。他生来便是灵珠子转世，却注定不遵天命。东海屠龙，抽其筋，接其鳞，少年义气，以莲藕为骨，荷叶为衣，金丹为魂，为他重塑不灭之躯。他不是天生高贵的神王，他是从故宫里绝境中杀出来的反抗之神，是以自身为代价重定规则的革命之火。三坛海会大神，莲花化身，通天彻地，威灵显赫，哪吒。尊号中坛元帅，三坛海会大神，统领五营神将，号令100万天兵，镇守中天寰宇，至杀不渡，妖魔鬼怪尽数伏诛。不会错的，这是一尊真正的神明，是属于我华夏真正的正神。此神一身反骨，战力定然惊天，必是神王级存在。绝对是，这一次我们要让世界看看我们华夏的底蕴。三坛海会大神迎头倒响，可惜凡与海字相关者，皆在我神波塞冬权柄之下。你这尊神又能掀起几尺浪？你错了，三坛海会大神的含义是能够调动3界力量，拥有大海般无穷力量的战神。小子见过三太子？不用客气，这里的事我已从嬴政口中知晓。胆敢侵犯我华夏大地，天庭诸神绝对不会置之不理。天庭诸神？难道说这尊神仅仅只是个探路的？华夏也有像我们希腊神话一样的神系？不可能，华夏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神明？这肯定又是华夏剽窃的文化传承。天庭，难道华夏也有着神域？你看呐，天庭诸神，我华夏的神明是存在的，他们没有放弃我们。首长，我们查到了，天庭这2个字在古籍中有记载，是华夏神明所在居所。天上1天，人间1年，老祖宗说的是真的。我们还找到这位三坛海会大神的只言片语和沉默描述的一样，三坛海会大神统御3界神君，如海般浩瀚威能的战神，拥有调动天地水3界力量的大神。这么强大的描述，这位神明战力绝对在天庭中排得上号，这把稳了。而且听他所说，天庭已经知道华夏的困境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华夏的神明将会一个一个浮出水面，帮我们华夏打开神界大门。华夏神明，乖乖放掉哈迪斯，我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你说那个伪神，这会儿恐怕已经在太上老君的丹炉里炼化了，你这会儿去，恐怕是来不及了。什么？你竟然把我的哥哥炼化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别担心，一会儿就送你下去见他。胆敢趁着我们不在侵犯我华夏地界，你们的胆子才大！受死吧！不可能！波塞冬大人竟被震退，那是统御七海的神王呢？难道这三坛海会大神并非华夏虚张声势？一枪震退神王，这战力层次恐怕已远超寻常神王范畴。华夏神明当真深不可测。波塞冬似乎完全陷入被动，我们华夏总算扭转局势了。
你敢？有何不敢？犯我华夏者，虽强必落，斩！西洋海神，不过如此。三坛海会，斩神诛仙，这便是我华夏的杀神之威。不可能，这可是神王啊！怎么会这么容易就被击败？波塞冬大人可是希腊最强主神之一，连他都输了，华夏的这尊神明还有谁能打败？我不会看错的，华夏召唤出来的这尊神明，同样也是神王级别，为什么实力差距会如此之大？是那些兵器，一些强大的神明往往会拥有一些强大无比的神器，就像海神波塞冬的三叉戟，拥有驱海之能。可刚才这位三坛海会大神，他拿出的神器不下6件，这才是波塞冬败亡的根本原因。还有哪国的神明敢挑衅我华夏？给我滚上来，受死！如此多的神器，华夏这位神明未免也太赖皮了吧？华夏的这些古代神明，难道都如同这位一样，满手的神器，3头6臂？这不是神战，而是彻底的碾压。你们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华夏真正的神底，斩杀尔等伪神，就像杀鸡一样简单。是那位大人，我们希腊神话中最强的神明，是他在沟通我，他想要亲自上场，杀死华夏的神明，为他兄弟报仇。那好，这一场哈里斯就由你上。明白，我会请这位大人亲手杀死这位华夏神明。希腊国请求再次应战，华夏国代表是否同意？同意。他们不服，就打到他们服为止。云巅的永恒之神，统御天穹的至高者，执掌雷霆与律法的永恒神王，我们谦卑的俯首，祈求您的目光垂落此界，祈求您那洞穿一切虚妄的雷光降临于此，洗刷我奥林匹斯所蒙受的耻辱。请降临吧，诸神与凡人之父，万雷之主，奥林匹斯的至尊王座宙斯。尊号众神之王，掌管天空和雷电，奥林匹斯神系至高主神，宇宙法则的守护者与仲裁者。警告：检测到超越神王级的法则扰动，终极神话对决即将展开。就是你杀死了波塞冬和哈迪斯。总算来了个不错的对手，但我要声明一点，不只是他们，你也会死在小爷的手中。狂妄！什么？你这雷电之力和九霄神雷比起来还不够格，就让我看看你这万神之主有何强大之处。狂妄之辈，我要用你的血祭奠我的兄弟。如果你只有这点本事的话，今天你也要死在这里。就凭你，也配自称万神之主？想当年，小爷我闹东海，抽了那3太子的街，他爹龙王敲天鼓告御状，九霄云殿上，玉帝老儿派下的雷公电母，那阵仗不比你大，哪像你这般虚有其表，中看不中用。你这是什么火？为何能直接燃烧到法则本源？弑神灭妖，三昧真火。又是这样，刚才波塞冬大人也是被这火焰直接烧穿海域落败。这三昧真火究竟是什么？如此可怕！宙斯大人的攻击无效，华夏的神明太可怕了，如此强大的实力，为什么从未听到过他们的传说？这尊神真的是来自华夏吗？三昧真火，非是天火，亦非地火，更非凡火。它并非燃烧木石，亦非煮沸江海，它炼的是神，是气，是命，是构成一切存在最根本的本源。故此火，外焚万物，内炼真如。任你是金刚不坏之体，还是万法不侵之神，只要你有精气神，只要你的存在仍依托于此三者构建，三昧真火
便能自你存在的根源处将你引燃、炼化，归于虚无。宙斯的雷霆再强，不过是力的宣泄，是外部的毁灭；而三昧真火是理的体现，是从内部开始对宙斯存在本身的否定与重构。这便是为何宙斯的雷霆碰不得此火分毫的原因。前有先秦炼气术，现有三昧真火，原来我华夏国的底蕴这么强。有三坛海会大神在，我们足以横扫整个国运擂台。你以为化为雷光，我就奈何不了你了吧？九龙神火罩，开！宙斯大人，哼，不过是趁我们天庭众神不在，窃取了部分天道权柄。我们不找你们算账，你们竟然还敢主动上门！死了，连宙斯大人也……哈迪斯、波塞冬、宙斯，我希腊三大主神竟尽数陨落于此，这华夏神明怎么可能如此可怕？还有谁？气运擂台第20场，获胜方华夏国，三坛海会大神，三昧真火，弑神除妖，综合评估，排名提升至第4，获得2枚钥匙碎片。我一定是在做梦，希腊国连出3名神文级别的强者，竟然都被华夏的神明斩了。宙斯是和我们的奥丁是同一级别的主神，连他都败于华夏，创世神明不出。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够压制这尊神明。刚才那华夏神明说，趁着天庭众神不在，西方诸神都是偷窃天道权柄，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在远古之时，是华夏一家独大，所有最强的神邸都集中在华夏？这么说的话，如果天庭众神当初没有消失，就没有现在的西方神话了吗？很有可能华夏的神明确实一个个强大无比，但由于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世人才将他们所遗忘。这么说的话，之前那位始皇帝也是我们的祖先。三坛海会大神，晚辈斗胆请教，您方才提及的窃取天道权柄，此言何解？陈年旧事罢了。早年间，因为某种特殊原因，我天庭众仙神举教远征天外，镇守一方，无暇他顾，天道权柄一时无人执掌，有所松动。这些藏于西域的蛮神，便是趁那时机，窃取了些许天道权柄，躲在那所谓的奥林匹斯山上，沐猴而冠，真当自己执掌了大道本源，作威作福。如今权柄重归我华夏，将会有相应仙神执掌。原来如此，说起来还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记得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。三坛海会大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华夏神明受子民香火供奉，亦必有子民。我等远去异界，便是凭着香火维系存在，得以归来。只因离开太久，香火几近断绝，险些永坠混沌。三太子，这个世界突然出现觉醒的神觉者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哼，天道自行运转罢了。若我等再晚回归千百年，此方世界权柄易主，华夏神系便将无立足之地。还得有劳众仙帮我华夏夺回荣耀。其实不必那么麻烦了，我一人便足以横扫尔等所请之神，不怕死战，尽管上来！狂妄，太狂妄了！就算他打败了宙斯，难道就能视天下英雄如无物吗？不过是赢了一时，我们的奥丁神王尚未出战，还有众多主神，他未免高兴得太早了。何等霸气！这就是华夏神明的气概吗？可他这样会犯众怒的，就算再强，也不可能真的与全世界为敌吧？三太子威武，我华夏沉寂太久，今日必要告诉这天下，谁才是这乾坤真正的主宰。好，说得好，这才是我华夏神明该有的气魄，横扫六合，睥睨八荒，何须与尔等蝼蚁虚与委蛇？检测到华夏满足条件，正在挑选对手，对手抽取完成，由天竺国对战华夏国。什么？怎么会是我们？连奥林匹斯的众神之父都败了，我们不必惊慌，我天竺神器浩瀚无穷，有创造、维护、毁灭三相神，更有佛法无边。
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可是那哪吒杀性极重，连宙斯都惨败。若是我们的主神有所折损，或许可以请那一位。若他出面，或许能行。不可，那位早已超脱三界，岂会为这等争斗轻易实现？当务之急是商议派谁出战，或是否直接。等等，你们看，我们国家有人竟然应战了。既然华夏如此自信，那就让我们来领教一下华夏的神明。天竺国至高神梵天，不愧是神性100%的神觉者，竟然能够感知到我所沟通的神明。梵天嘛，那可是天竺神话中3大至高神之一啊！如果真是梵天出马，这尊华夏的凶神恐怕要陨落了。礼赞梵天，礼赞宇宙的创造主，您的显现便是胜利的宣告。赢定了，这是绝对的干捏捏呀！老祖无需出手，他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让一切争斗失去意义。什么？梵天？天竺神话3象神之一，创造万物的梵天，他们可真不当人啊！上来就王炸！不用怕，我们华夏也不差。看沉默的样子，已经是预感到了什么。我不信我们5000年文明拉不出一个能够抗衡梵天的神。沉默，你不用怕，不管他们来的是什么神明，小爷都会送他们归西。不，这是作为我100%神性者的能力。我看到你被梵天杀死的一幕，所以这一局你伤必败无疑。哼，我不信，你且让小爷与他大战300回合，看小爷斩不斩他。哎，沉默，你……抱歉了，我不能让你上去送死。看来你已经看到了结果，既是这样，还不认输？为什么沉默要主动驱散与三太子的联系？你没听他说吗？这是沉默的能力，能够预测擂台上的未来。之所以选始皇帝，也是因为他看到了始皇帝能赢下这一局。难不成他刚才看到了三太子被杀死了那一幕？没想到华夏那边竟然也有菩萨级的神明，还好我们这边觉醒了梵天大神，不然还真打不过。也许就是瞎疯的，根本没听过有菩萨叫观音。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沉默怎么表情如此难看？难不成我华夏真的无神可战梵天吗？总会有希望的。之前我们华夏神明不出，但我还是觉得会有秦始皇这般的人物拯救我华夏于危难。有了！虽然没有看到猴哥打败梵天的那一幕，但我预测的绝不会错。如果必死之局有1/1000的胜率，那绝对是出现在你身上。所以我选择齐天大圣，晚辈沉默，拜请大圣爷下界，镇杀西方毛神。我没看错吧？他不选菩萨，选了一只猴。笑死我了！一只猴子也来凑热闹，还美猴王呢？一只长得很漂亮的猴子吗？什么情况？他为什么选了一只猴子？这跟白给有什么区别？可能是沉默不忍心其他神明送死，所以找了个垫背的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没有任何反应？一只猴子也想镇杀神主，就算成精了，也是妖猴，跟神完全不沾边。无神应，这只猴子竟然连挑战的勇气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沉默选的神明为什么没有任何动静？难道这位神明真的如同其他人所说那样，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？不可能的。沉默选的神明绝不会有错。别换了，你选的那只猴子早就不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了。什么意思？自那场波及诸天万界的远征之后，诸神散落，天道飘零，那猴子他回到花果山便再未出来，每日只是对着东海喝酒，醉了睡，醒了喝，水帘洞前仙桃烂了一地也无心打理。他现在只是一只醉生梦死的猴子，这一战靠不了他。我不信，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齐天大圣，现在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弟子恭请大圣爷下界，镇杀西方毛神。哪来的苍蝇，吵得俺老孙头都炸了。
找到了，让我来劝说大圣出战。华夏国神觉者，请在5分钟之内选择出战神明。倒计时开始。凡间小儿惊扰老孙清梦却不言语，何事皮痒想讨打？晚辈沉默，华夏神觉者恳请齐天大圣显圣下界，助我华夏镇杀西方异神。镇杀？不是有哪吒那小子，还有杨戬那头倔驴吗？关俺老孙屁事！不去不去，莫要聒噪。师傅没了，8戒沙僧也不知所踪。俺老孙如今只想在这花果山安度晚年。此次不同，西方伪神窃取天道权柄，来势汹汹，更有名为梵天者，自诩创造之源，权柄覆盖宇宙根本，强如三坛海会大神哪吒，我亦窥见其陨落危机。连哪吒都对付不了的敌人，俺老孙去了也一样不行，就像昔日被镇压在五指山下一样。既然大圣没有把握，晚辈明白了，愿大圣在花果山一切安好。等等，你这娃娃就这么走了？不再多说2句好话，说不定俺老孙心情一好，一个筋斗就翻过去，顺手一棒子敲了那毛神呢。大圣爷，此战凶险万分，晚辈不敢强求。您若无心于此，我华夏自有其他阴灵愿望，纵使赴死，也会有人去。那你和俺老孙说说，出战都有何方神圣？禀大圣，晚辈感应到的神明之中，有托塔天王李靖、三坛海会大神哪吒，以及南海观世音菩萨。就那个托塔的那老头，俺老孙有次被他收进塔中，你猜怎么着？那玲珑宝塔被俺老孙一棍子锤烂了。还有他儿子哪吒，当年天兵天将捉拿俺老孙，我跟他斗得有来有回，那实际上是俺老孙让他的，不禁打都不禁打。不过竟然有观音大士在，还找俺老孙作甚？大圣，此次的对手非比寻常，在晚辈所见的未来碎片中，亦有菩萨陨落之景。连观世音菩萨都战不过的神，那不得和如来小儿相差无几？想不到西方世界还藏着这样的神明，有意思。该死，华夏那名幻神师在搞什么？我怀疑那只猴子在听到是梵天大神后吓尿了，不敢应战。难道真的如同他们所说，这只猴子不肯应战吗？为什么非要等那只猴子？我看三太子神力无双，之前连斩双神，未必就对付不了那个梵天，何必把希望寄托在一只听起来就不太靠谱的猴子身上？其实可以理解，毕竟那是梵天，就算是我们的神，也只有奥丁才能与之抗衡。垃圾！我们的天照大神一邪那岐，那个不是创世神级别？要是能召唤出来，梵天算个屁啊！说起来，现在只有华夏没有创世神，华夏不会没有创世神吧？相比于大圣爷，我更愿意喊你一声猴哥，您不介意吧？猴哥，嘿嘿，俺老孙比你大了都不知道多少倍，你喊俺一声孙爷爷都不过分。不过这称呼俺听着舒坦，以前那呆子就天天这么没大没小的嚷，可是他们都不在了。天蓬元帅怎么了？不见了，都不见了。自打从西天受封之后，8戒去了灵山脚下当起了净坛使者，老沙在西天那座金身罗汉，至于师傅他老人家成佛后就留在如来身边，只有俺老孙受不了那清净之地，回了花果山。但从那之后，俺老孙就再也没见过他们。俺老孙怀疑他们已经不在了。小子，你可听闻俺老孙大闹天宫的事迹？满天神佛都曾经被俺老孙踩在脚下，是不是威风极了？猴哥，您的事迹我都知道，以一己之力单挑10万天兵天将，连太上八卦炉都奈何不了你，威风极了。哈哈，世人皆知俺老孙不受天地管束，上打天庭，下闯地府。殊不知，在那些神仙眼中，册封俺老孙为弼马温是真，那什么齐天大圣都是假的，不过是他们合起来演的戏罢了。你知道他们私底下是怎么说俺老孙的吗？什么狗屁天王二郎神，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将俺老孙碾压死。还有玉帝老儿历经108000劫坐上天庭共主，若是跟俺老孙动真格，一个眼神就能让俺老孙灰飞烟灭，可笑，真是可笑。若是以前俺老孙非得再大闹天宫一次，但现在世事周遭如何，随他们评说吧。
要上赶紧上，不行就换人，别浪费大家时间。再不选择，我们就要被判退赛了。一只猴子摆这么大架子，白白耗了10分钟，真晦气。反正华夏继续打也是输，不如把碎片交出来，让我西方神明降临主宰这片土地。猴哥，我很同情您的遭遇，不过我没时间了，等有机会再来拜访。等等，俺老孙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那位西方神与如来那厮相比如何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你能窥见命数？若俺老孙替你下去打这一场，结局会怎样？我看到你满身伤痕，挥棒向梵天，结局十死无生。十死无生，可惜俺老孙偏不信命。花果山水联动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来战。只认傲天齐天圣，不识西天斗战佛。大圣，您终于回来了！我操，一只猴子这么帅，不要命了吧？帅到爆炸，和我想象中的猴子完全不一样，不愧是美猴王。尊号齐天大圣，美猴王，乾坤四猴之首，混元道果自成，踏碎凌霄殿阶，自冠齐天之圣。西方毛神，你孙爷爷来了，还不赶快下来受死！这就是创世神梵天。尊号太初唯一，至高梵天，四手环宇，送吠陀而开3000世界，手持莲花，一念生而演万物，天竺神系之元初，三相神之创造本源。我主梵天，感谢您接受子民的召唤，你伟岸的身影将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。梵天大神是世界上最慈悲的神明，只要是子民的祷告，他都会答应。上次我许愿要10个老婆，第2天就有一群逃难的妇女逃到我家。这是何等的强大，何等伟岸的力量！四手环宇，一念生而演万物，这就是创世神的力量吗？创世神梵天，没想到天竺真的召唤出了创世神级别的人物。结局早已注定，接下来华夏召唤出来的人物再强大，也不可能超过我们的梵天大神。他们的梵天竟然在笑，这事根本没把我们大圣爷放在眼里。要相信大圣，强如冥王哈迪斯，不也被始皇斩落了吗？创世之神未必不会败。西方毛神，给俺老孙滚下来！恐怖如此，这梵天竟然能够操控时间。猴子，你很有趣，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错误？那我便错到底！我说，此间当有界限。你的力量撼动山海，却撼动不了创造本身的定义。我定义光，定义暗，定义力量的上限，也定义你失败的必然。言出法随，定义规则，这就是创世神的全能吗？定义，好一个定义！当年那如来老儿也想用五指山定义俺老孙，可惜呀，俺老孙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别人给我定下的必然。你要定义我的失败，我便用这根棒子打碎你屁！情况不妙，大圣的攻击完全对梵天造不成伤害。不愧是创世神级别的对手，这种恐怖的能力，我终于理解沉默为什么会选择的那么艰难了。那最后沉默选择了大圣，是否意味着大圣有击败梵天的可能？目前来看，没有任何机会。不过，我感觉奇迹会出现，就跟始皇帝那次一样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选择相信大圣，相信沉默了。大圣加油！锤爆那什么所谓的创世神！你们华夏还没有看清楚形势吗？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战斗，我们的梵天大神根本就没有认真。
你很顽强，拥有磅礴的生命力，至少也达到了主神级别，但你依然会失败，你的生命也将因为你的傲慢遭到终结。一尊神身上同时出现空间和时间两大法则，猴子的这一战想赢难了。看来陈默说的没错，这货一点都不比如来差，就算是我如今的修为都撼动不了他。俺老孙就不信了，你当真无法无天？怎么会这样？整座擂台都在震动，这是要变天了吗？俺老孙儿的确撼不动你这天，那俺今日便不撼你这天，俺要同开一方，对抗你的天，法天象地，混元一气，重塑乾坤。我操！大圣牛逼，赢了！浑身戾气的猴子，我本来想用仁慈来感化你，你却变得愈发凶狠，看来我只能以暴制暴了。猴子倾尽所有，竟然只毁了梵天的一个法相，看来他这一场有难了。怎么回事？梵天还有第二形态，这也太赖皮了吧！这个形态的梵天看起来好可怕，竟然是罗刹神！天哪，有生之年我竟然能亲眼看到罗刹。传说中梵天以化身夺人，其中最出名的2个化身就是罗刹和夜叉，只有被判定为十恶不赦的罪人才会激活罗刹神形态。压迫感好强，传说罗刹神形态的梵天战力能达到所有生灵的边界，不杀死对方绝不变回真身。这猴子确实比取经路上强了很多，但面对这种对手，想赢还是比较困难。你究竟是看到了什么，才会选择这猴子上场？我看到你们都死了，唯独猴哥挥棒向梵天。至于结局，我不知道。燃炸了！这才是战斗最原始、最纯粹的模样。大圣爷这是要彻底杀疯了！妖猴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接下来你要面对创世神的杀伐本性，就是连湿婆都畏惧的毁灭力量。吃了本神一击，竟能毫发无损。嘿嘿。俺老孙早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身，现在混元一气，自然所向披靡。糟糕了，梵天竟然调取了这个世界所有的神格，他完整了。东方世界的猴子竟然能够将梵天的所有神格都逼出来。看来释迦牟尼的选择没错，东方确实很精彩。不愧是能比肩如来老儿的家伙，不过俺老孙可不怕你，来战！你的神格太弱了，本神只有2级神格，但却妄图战胜创世神。不过我从你的身体内看到了一丝佛性，这一点倒是让本神主很意外。若你能觉醒那丝佛性，挣脱此缚，或许还能陪本座再走几回合。那猴子身上竟有佛缘，难怪华夏的幻神师宁选他，也不选那位菩萨。可我不明白，他既身具佛性，为何要苦苦压制，让自己陷入此等绝境？你不是如来，休想困住俺老孙！万月之力压不住你，那就让这天之厚重悉数加到你身上。你别忘了，我乃创造之神，天都是我创造的。大圣加油啊！天又如何？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，纵使身负天渊，与一手夺尽人间，俺老孙照样斩你。这猴子肉身成神，遇强则强，现在的战力已经超越了神王。站起来了，大圣爷站起来了。大圣其实本身不强，强的是他那不屈的意志，那才是他生命力的体现。只要意志力不灭，他的战力就无穷无尽。这一刻，
他真的做到了齐天。这之后虽然不是最强神明，但光是这份意志力就足够让人尊敬。就是可惜了，这么完美的身后，竟然是华夏神。意志不代表战力，这场中是我们天竺国会取得胜利。现在西方已经集齐了18枚碎片，只要赢下这场，西方神明将彻底降临人间。你的意志力超乎想象，那一刻，再怎么逆天，也是在天之下。世间万物在大天面前皆不如矣。这一招在梵天神典内叫做净世轮回大劫，也是时候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华夏的猴子，让我们见到了创世神梵天的伟力。我不会让你轻易死去，我要把你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东西放出来，让你在惶恐不安中痛苦死去。这是华夏的上古神话，天上竟然出现了一个大窟窿。这女人是神，人首蛇身，她想要补天，可是这跟这只猴子有什么关系？原来如此，这才是大圣真正的起源。补天一石受天地精华孕育，怪不得大圣有这样的战力。从石头里蹦出来的，这诞生方式倒是独特。皇帝轮流坐，明年到俺家，玉帝老儿出来与俺老孙一战。好霸气！这才是我们想看的东方神话。大圣，大圣，大圣！我靠，这么多华夏神明都藏起来了，华夏一群老六。 5000年的历史，没有神明，确实有点不太合理。其实我们也藏了几十个，但这藏了整个神界，要不要这么离谱？释迦牟尼，真的是你？如来佛祖，佛的祖先！我靠，这也是创世级别的大佬吗？为什么大圣爷好像很怕他的样子？够了，梵天，不要太欺人太甚了。轮不到你说话。梵天，请停止你的行为，否则会被立刻驱逐资位台，失去本场作战资格。如果还敢挑衅，你必死无疑。原来如此，5天1时，难怪有如此根基。但你的恐惧就藏在后来。
他竟然是斗战胜佛，怪不得这么强。不对，成佛后会有佛力，他好像一点都没有释放过。大圣，你……我的妈！佛祖降临了，这是真的吗？一定是来救斗战胜佛的，毕竟是他亲自册封的佛子，怎么可能看他死在梵天手上？不，他不是如来，他是梵天。真没想到，内心深处最恐惧的人，竟然是释迦摩尼，让你死在最恐惧人的手中，你一定很危险。怎么回事？梵天大人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，而要羞辱他？猴子的意志太强，梵天可能想用这种方式磨灭他的意志。还没到我看到的那一幕，猴哥不会屈服的。你不该在本大圣面前提那如来，更不该变成他的模样。太恐怖了，意志真的创造了奇迹。他不会是觉醒体内的佛光，化身斗战胜佛了吧？应该不是，气息跟之前一样，只是更强了，可没有一丝佛的气息。明明佛祖是慈悲和智慧的象征，普度众生，大慈大悲，甚至还曾割肉喂鹰，受众生爱戴才对。为什么这只猴子如此痛恨佛祖？对呀，佛祖还给他封佛了，这不是恩将仇报吗？如来，俺老孙忍了你1000年，1000多年，今日不必上灵山，就先拿你这厮讨点利息。你这猴头，虽皈依我佛，也心却半分为民。今日我便收回你的金身佛法，将你打回原形，受那风吹日晒之苦。没用的，只要这猴子还困在佛的范畴里，就永远不可能战胜梵天大神。难道俺老孙永远都冲不出那座五指山吗？除了我，没有谁能够真正不死。我很好奇，把你的心挖出来，你还能活多久？他的心脏是石头。师傅，是你来接徒儿了吗？徒儿太废物了，连个假如来都打不过，又怎说替你报仇？师傅，你可知徒儿有多想你吗？还有老朱、沙师弟，自打灵山一别，就再也没见过了。连白龙马都不知去向，但那灵山，他师父竟然在临死之前来了，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。不可能啊！唐僧西天取经，普度众生，本就是佛祖授意，佛祖为什么要加害他们师徒4人？一定是误会，是他们故意抹黑佛祖。此情此景，我只想说一句：斗战胜佛，一路走好。不是这样的，还没结束，猴哥一定还能再站起来。难道这缕契机就在唐僧身上？释迦摩尼，你要感谢我为你除掉了一名心腹大患，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，这种野性不驯的猴子为什么要给他封佛？悟空，为师为你带的那道箍，如今为师就帮你把那道箍彻底解去。师傅，我不是在做梦，真的是你吗？是师傅错了，不该带你去取什么真经，更不该踏上那座灵山，都怪师傅，是师傅害了你。当年我们师徒4人都获了封禅，本该回到各处福泽万民，知道佛祖来找为师，才发现所谓的真经不过是操纵众生的思想，从而笼络对他的信仰，但取经的主要目的还是你。佛祖算出你是佛的最大变数，将来势必反他，所以将你算计到佛门之中。但如来没想到，哪怕你封了佛，变数依然存在，于是如来起了杀心，想要杀你。后来为师自毁1世功德，散尽金身，只求佛祖网开一面，从此化作金蝉，栖于你心窍之中，日夜诵经，只为困住你的心性，磨去你的反骨，这才为你化去那一劫。
原来是这样。师傅，那八戒和沙师弟……这便是悟净，他舍了金身罗汉位，化作这领袈裟，常负你肩头，为你这些风雨劫煞。至于悟能，他自愿退去净坛使者果位，甘为花果山一隅土地，默默守着你那满山孩。好一个都在身边，好一化去一劫。原来这金箍从未摘下，他只是换了副模样，一直都扣在俺老孙的头上。难道这才是《西游记》的真相？怎么给我看迷糊了？难道佛祖才是反派？哪有什么反派不反派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佛也一样。好一幕师徒情深，只可惜这天地众生，无论人佛神魔，终究只是时光里的浮游尘烟，唯有永恒之天，万古不移。既然如此，别让本座送你们师徒最后一程。休要伤我徒儿。悟空，为师最后再为你做一件事，以后的路该你自己走了。悟空，我天界不容你，便去找你的师父菩提老祖吧，为师一直都在你身边。悟空，你走吧。以前师傅总怪俺老孙滥杀，俺恨他肉眼凡胎，不识好歹。俺杀的哪一个不是该死之妖，该诛之魔？可俺从未真的往心里去。师傅被抓了，俺就去救；师傅念咒了，俺就忍着。取经路那么长，妖怪那么多，总会有下一个，总还能见到。但现在师傅没了，你们这些佛，总有一天，俺老孙也要让你们尝尝轮回之苦。这猴子竟然超脱了！三太子超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猢狲本是女娲补天一路的一块灵石，并混沌之气而生。他出世之时，便是本源最盛、最尽大道之际。后来吞食人间烟火，沾染后天因果，灵明蒙尘，才渐渐沦为凡俗妖仙。如今尘缘斩断，执念可化，结义可为心。他怕是正在烧尽一切，要重返那最初了。我有种强烈预感，这一局可能要赢。一场史诗级大战即将展开，大圣爷涅槃重生，再打不赢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梵天大神，恳请您祭出所有实力，不能再玩了，千万不要被翻盘啊！怎么可能？这种低贱的生物，怎么可能反杀造物主？还好这一击被擂台保护，否则这一击下来，全人类都得蒸发。史诗神的战场是无尽虚空，不知我们的奥丁神父能否扛得住这一击？毕竟连灭世大招都出来了，还玩个锤子。确实可惜，好自刚完成计划，好歹让人表现一下，真是不解风情。往时管他谁是谁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今日我要让这方天地再次记住我名字，我是齐天大圣。我之前见到的一幕终于出现了。竟然还没有分出胜负，这一架打得真久。毕竟是创世神级别的战斗，时间长一点很正常，但恐怕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。恐怖如斯，到了这种层次，基本上是打不死的，就看谁恢复得快。但很显然，现在齐天大圣的恢复力更胜一筹。胡哥，加油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华夏神明的厉害。别输给佛，齐天大圣。等等，你不是要找释迦摩尼吗？我可以帮你。俺老孙自己会去找，
何必需要你？孽障，看我的天威！就这点天威，给老孙挠痒痒，还嫌劲儿小？这一战，猴哥能赢吗？快结束了！猴子每次重伤濒死后，他的生命波动不仅恢复，还会跃升到一个新的平台。他在用梵天的创世神力当磨刀石，他在适应，在进化，从斗战胜佛的佛位中剥离，重返混沌灵石的本质。梵天的每一次攻击，都在帮他打碎身上最后的后天枷锁。不能再拖了，这猴子越来越强了。避开，猴子！天要压俺，俺便捅破这天；佛要渡俺，俺便打上灵山。你要让一切归无，那俺老孙便还你一个开天。不可能，混沌竟能逆法轮回。赢了，真的赢了！大圣他宰了对面最强的创世神，齐天大圣，牛逼！梵天主要自己塌了，神像碎了，在流血。神死了，我们的国运变了。连梵天都死了，沉睡的龙国，这是要全面苏醒了吗？就算是西方所有神明加在一起，都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。他们的神明太强大了。赢了，大圣真的打败了创世神。猴哥牛逼，这下天竺国真的破防了，连创世神都被杀了。放心，这只是开始，打开神话大门的终将是我们的华夏。小苏，俺老孙这一架比当年掀翻凌霄殿，如何？帅，太帅！大圣风采不减当年，此举比当年掀了凌霄宝殿还要威武百倍。痛快！不过俺老孙这家底也算拼光了，接下来这摊子交给你们了。大圣的金箍棒重达108000斤，但在我手中竟然视若无物。果然是金箍棒选中的人。大圣，这定海神针你要给我？俺老孙要回去了，总要在凡间溜点什么，日后天门若开，拿着它便能找到俺老孙。可是大圣，金箍棒没了，你如何找如来算账？嘿嘿，可记得俺老孙打死过一只六耳猕猴，他手里那根随心铁杆钉，自然也落入俺老孙手中。龙国的神也太慷慨了吧！齐天大圣竟然把本命神器送给了他。我想起来了，龙国号称礼仪之邦，神也不例外，难得下界，总要送点。大圣一路小心。金蝉子化气，那猴头最终还是叛出了佛教。神话擂台，东西方神明终有一战。那猴子斩杀了西方最强的神，不可能，那猴子的实力顶天了也就跟本神持平。若他真杀了西方创世神，那一定是西方毛神实力不济。既然那猴子已经无力再战，那接下来的一局让我来。还好这只猴子无力再战，不然谁能打得过啊？只要那只猴子不常在，我们如果觉醒史诗神，还是有机会赢的。希望不要再有反转了，一个大招直接清场多好，这实在太刺激了。如果大圣爷能留在凡间多好，当我们的守护神，我看西方神谁还敢嚣张。此战过后，齐天大圣4个字，怕是要压得西方神喘不过气了。
你们华夏不要太得意了，我们鹰将国有人沟通了雷神索尔，这可是我们北欧最强战神。雷神索尔战无不胜，虽然不是神父级，但战力绝对不弱于梵天。华夏已无齐天大圣，还有谁能挑战索尔？放肆！我们华夏还有哪吒三太子。那位杀神还是算了吧，他连梵天都不敢应战。谁说我不敢上？只是被那猴子抢了机会罢了。三太子消气，这一局必将让世人知道您的实力。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让鹰将国见识一下我们哪吒三太子的实力。无所谓，我方雷神会出手。以闪电为血脉，以雷鸣为心体要存在，以群山为铁针，以风暴淬炼为力的锻造之子，阿斯加德的守护者，巨人之敌，9届最伟大的战士。您忠诚的心灵呼唤已穿越星海，战鼓已擂响，强敌已当前。此刻于此人间之泪，我等奉上最炽热的战意与最纯粹的敬意，请响应这呼唤，跨越金宫的虹桥，降临此界，让您的雷神之锤在此裁定何为真正的力量。雷神，东方的战士，你们谁来领教雷霆的怒火？你在一旁候着，待我2人决出胜负，再来与你一战。放肆！你们这些东方神，竟敢如此轻慢索尔大人，竟敢让战神等候，你们会为这份狂妄付出代价。索尔大人，让他们见识见识何谓神为如玉。哈哈，我华夏真是藏龙卧虎，不仅有三太子和齐天大圣，现在这位二郎显圣真君能够挤走三太子的位置，他的战力也肯定也不在三太子之下。不，我现在担心的是他俩吵起来，沉默不知道要选谁。这咋办？这2大反骨仔不会真要打一架吧？够了！三坛海会大神，二郎显圣真君，强敌当前，岂可自乱阵脚？其他国家观众可还看着呢。沉默，你是此间主事之人，谁出战，你来定夺。既然三坛海会大神已经代表我华夏出战2场，那接下来2场就拜托二郎显圣真君。既蒙信任，杨戬必不负所托。三太子且在此处好生观战，若我当真虚拟元首，届时你再上不迟，可别丢了我们东方的脸面。那是自然。阿斯加德的雷神，你的对手是我，二郎显圣真君杨戬，于此应战。创世光环是传说中的创世光环，索尔大人已经超越了主神位格，击败死亡女神海拉，终结诸神黄昏预言。索尔大人得到的不仅是王位，更是宇宙本源的承认。那猴子杀了个创世神又如何？我们的雷神已踏足创世之境。就让我看看你这神王有什么。我操！空手入白刃，不对，是空手接神锤。不可能！姆乔尔尼尔经中子星河重铸，威能100倍于前，更有奥丁咒文加持，非神力远超于我或心性至纯至善者不可撼动。你怎能？有何不能？我乃肉身成圣，不假外物。你这腿的虽有些蛮力，却连我东方大罗仙器尚且不如，如何伤我？不可能，那是神王兵器，有古老咒缚。难道他的实力已凌驾于神王索尔大人之上？肉身成圣，仅凭体魄就抵达神王之境，这是什么怪物般的修炼之路？
华夏的神明一个比一个恐怖，先是齐天大圣，后面是这尊二郎显圣真君。雷神索尔竟然在力量上输给了他，感觉比那个杀神还要可怕。要是等神话入侵，还有谁能限制华夏？仅凭蛮力就快要把雷神之锤捏碎，这是什么恐怖的力量？我承认你的力量很大，但仅凭这样就想战胜我，那是没可能的。如果你只有这种本事，那你必败无疑，还是早早将我华夏的权柄尽数归还。狂妄！若你能接下我接下来的这一击，我索尔便承认你确有资格做我的对手。动用拳头打碎了雷神之锤，华夏的神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完了，神器都碎了。索尔大人他碎了也好，我一直都太依赖他了，依赖父亲的赐予，依赖神域的锻造。现在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他更强了，失去了武器，反而解放了真正的力量。我就知道，索尔大人是无敌的，雷神之锤只是工具，他本身就是雷霆。吾抛弃外物，返本溯源，以神躯、神魂直接承载宇宙雷霆权柄，倒有几分魄力，如此方有资格让杨某动兵刃。来，让我看看，你的刀力还是我的雷霆力。这就死了，堂堂神王就这么一刀就没了。二郎显圣真君威武，为什么我们的古籍中没有记载过这位神仙？连被称为北欧最强战士的索尔都能秒杀，这战力简直逆天。我们华夏的神明简直太强了，现在已经到了第一的位置，恐怕再无国家神明能敌。同样是最顶级的神明，差距为什么会如此巨大？就好像是两种不同维度的生物。华夏现在已经位列第一，再打下去，华夏真的要打开神话世界的大门了。看起来，现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遇上华夏，都免不了要落败。他们神明的实力几乎是断档式。现在看来，或许只有赌上一切，才能赢下比赛。用所有碎片作为赌注，赢下华夏所有的碎片，一局定胜负。这是不是太冒失了？一击秒杀索尔，还有哪位神明能够压制这位二郎显圣真君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们才要赌华夏没有这几尊神，就失去了所有战力。您的意思是，华夏国已经把最强的3位神明派下来了？如果他们想要快速赢下，就必须接受我们的条件。对，要限制掉这几位神的上场，我们再派上神王奥丁应战，一局赢下比赛。现在我将申请一局定胜负。什么？鹰将国这是疯了吗？一场定胜负，现在西方已经集齐了17枚碎片，加上华夏的4枚，华夏如果直接赢下比赛，将会直接开启神话大门。不，这其实对西方国家有利，因为以那位二郎显圣真君的实力来看，估计除了创世神，没人能赢的了。现在华夏如果接受，胜负就又变得不好说了。一局定胜负，西方这是赌上了一切了。如果我们不同意，西方将彻底丧失机会。但同样的，如果这局赢了，华夏神话之门打开，我们将彻底赢得擂台的胜利。这一切就看沉默怎么选了。看来西方真的是急了，也好，
就让你们看看和华夏顶级神明之间的差距。此战我华夏接了，你们绝对想不到，因为猴哥的事情，反而引出了华夏神明中最恐怖的存在。他们接了，他们真的接了。没有那猴子，没有那杀神，现在连二郎神也上不了场。机会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华夏最强的3尊战神全部被规则锁死了，他们只剩下那些没出场过的神明，实力绝对不可能比得上奥丁神王。亚瑟，召唤奥丁，用众神之父的智慧与力量终结这一切，把华夏的碎片全部迎过来。亚瑟，看到了吗？他们最强的矛已经被我们自己制定的规则折断了，现在是拿出我们最后的底牌，召唤奥丁，用阿斯加德至高神王的威能，给予他们真正的诸神黄昏。高居于金色宫殿格拉兹海姆，执掌战争、死亡、知识与王权之神，以世界树由克特拉希尔的根须为纽带，以倒吊的牺牲换取智慧之泉的启迪者，阿斯加德的众神之父，英灵殿的统治者，手握永恒之枪冈格尼尔的至高存在，您忠诚的子孙与战士，在此献上一切的信仰以气运为祭礼。面对不可追的强敌，面临国运存亡的绝境，我们祈求您的目光垂落于此，请您跨越星海，降临此界，以神王的智慧洞悉一切，以永恒之枪裁定胜负。神王奥丁连这位都亲自降临了，这场赌注太大了。华夏那边会派出谁？没有了那3位，还有谁能对抗这样的存在？是你杀死乌儿？是我。你倒承认的干脆，可惜这一场不能亲手斩杀你。你来也一样，我送你们父子团聚。狂妄！等我赢下这局，打开我西方神话大门，并要用华夏子民鲜血祭奠我儿。只可惜这一局你赢不了。这个须菩提是齐天大圣的师傅吗？如果真是大圣的师傅，还打什么？要知道，这可是齐天大圣的授业恩师，大圣爷的本领都是从他那学的。怎么办？那个菩提老祖看着阵势，好像比那个齐天大圣还要厉害。不要紧张，徒弟厉害不代表师傅就厉害。没错，华夏有句古话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教会徒弟饿死师傅，都是徒弟比师傅强的例子。所以菩提老祖打不过现在的齐天大圣。我们伟大的奥丁大人击败过许多史诗级的强大，要相信奥丁大人。华夏后世子孙沉默，以觐见高天上圣之礼，叩请菩提祖师下界。不用请，老道我正是为此而来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老神仙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猴子越来越强，所以拜的师傅也会越强。菩提是第1任师傅，所以我的评价是不如第2任。合理，非常合理。这一局我们西方赢定了。你不是天竺神，天竺神何在？贫道不想伤及无辜。菩提竟然是为了大圣出头而来，这是不是代表他的战力很强？绝对是，不然怎么会说出这么霸气的话？东方神明，你们杀死乌儿，我要用你们的神格祭奠乌儿。既然如此，那便从你开始。至于天竺之神，贫道总会等到。祖师，此战若胜，神话大门将彻底洞开，届时您何须再等，大可亲赴西方，了结一切因果。好，贫道明白了。东方神明，前几场你们赢了，是因为没有遇到我，否则那猴子早已被我杀死。不装了，不装了。以前担心悟空闯祸，吓他不可说出师门，否则就将他剥皮挫骨，永世不得轮回。如今看来，是为师错了，大错特错。因为悟空不敢自报家门，天庭众神都以为他毫无背景，甚至还被如来那厮算计了991难。我那徒儿苦啊！放心，为师今天就让所有人知道，我菩提便是那齐天大圣的授业恩师。传说中混沌3大至宝之一的造化玉蝶，竟然在菩提老祖的手中。永恒之枪，不，那是奥丁大人的本源神器，是命运的裁决之枪，怎么会变成废铁？骗人的都是骗人的。那玉蝶是什么东西？
连神王的本命神器都能剥夺。奥丁大人，您还有智慧，还有神力，不能认输啊！不用说了，菩提祖师绝对是华夏神明中最强的存在。看到了吗？一力降十会。不，我们是以道破万法，任你神气通天，我自一道破之。大圣爷，您看见了吗？您师父给您出气了。远古12魔神，助我强开天门！执迷不悟，妄动禁忌，看来贫道却是过于温和了。奥丁，你的路到此为止了。嘿嘿，老孙等这天可等了太久太久，小的们都瞧仔细喽。今日起，让这3界6道、诸天万界都听好了，我华夏众仙的故事开始了。雷神大人的压迫感太强了，我家避雷针都直接烧了。不是说好神明影响不到现实世界吗？这个对手倒是有点意思，赶紧让我上场。我靠，大帝，这名字一听就相当炸裂。封号大帝的神都是在各自领域最无敌的存在。丰都据说是地狱的都城，这岂不是和冥王哈迪斯一样吗？我们华夏竟然隐藏着这么强大的神明。虽然我们大鹰将也有神女，但以我的审美来看，华夏的仙女更加迷人。就选她了，请华夏的召唤师召唤仙子下凡。我们的雷神发话了，保证会怜香惜玉，站着不动，让他打也没事。怎么回事？3太子的神位虚影，怎么换人了？梁姐，你搞什么鬼？哪吒，你已连战2场，神力有损，当稍作休整。这一战，我替你上，等我输了你再上。梁姐，你少来这套，有本事和我先过过手，谁赢谁上。啊，内讧了，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，天助我也！看来华夏神明也并非铁板一块。放肆！你们当我们索尔大人是什么？竟还挑上了！